你们女流之辈参加比试，夺一个进太医院的机会，本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谁料你竟然在比赛中找到药方，妇人，果然就是妇人！大人，没有，大人，你冤枉大人！你跟秦叔的药方一模一样，还敢说冤枉？我自幼随外祖母外出学艺，我何须相信他人啊？就你外祖母会治死人的变相村医，你能跟他学到什么东西？秦叔，秦叔，赵家医馆的祖传秘方是我给你写的，是我。闭嘴！你这贱人，不顾你我婚约，在破庙里夜不归宿，如今和我要房还倒打一耙，你怎会如此歹毒啊？我在破庙里是为了救人，你不是说你写我的吗？混账！大人，这贱妇背着我在破庙里偷人，还偷我药方，这简直罪大恶极，请大人秉公处理。是啊，大人，你要杀要剐随意，可千万别连累我们赵家。来人，将此女乱棍打死，以示律法，以正医德。阿英，今生今世，我绝不负你。以我的医术，假使自己在演，张七叔为何总能先我一步？他还和我一模一样？难道？是又如何？你为什么会？怎么会知道你心中所想？哎呀，3步之内你的心声皆能被我听见，否则你以为我怎会迎娶你过门？哎呀，你就好好的成为我进入太医院的垫脚石吧。若有来生，我一定不会被奸人所诱。皇上驾到！这还是来晚了一步，可有办法救活他？陛下，的确有一秘法，此法对您的子宫真气损伤巨大，到时恐怕对您的龙体是有。只要能救活他，朕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这是献礼仁义大赛的现场。各位医者，金陵仁义大赛马上开始。难道老天爷听见我的心声，让我重生了？阿英，哎呀，3步之内你的心声皆能被我听见，否则你以为我怎么会迎娶你过门？张七叔，前世我被你蒙蔽利用，含恨而死，重活一世，就算你会读心术，我也一定会闯出一个生路来。你个贱坯子，真以为跟你外祖母那个庸医混了几天就会医术了？到这儿还抛头露面，我们老赵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七叔，你说你娘要是知道我还在学医的话，她会不会生气啊？不管娘说什么，我都支持。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做一对神医下人。你个死丫头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傻了？娘，你居然敢忤逆我！我还没过呢，现在给我摆婆婆，未免太早了些吧？你小心如此，忽然又起来了。你一个女子抛头衔天，跟公然臭妓有什么差别？娘，阿英，娘也是今早听邻居议论，你在破庙里夜不归宿才与你置气的，你别放在心上，我是相信你的。齐叔，赵齐叔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鬼逆邪谣言就是你散出的。阿英，你怎会如此想？他怎么会知道？你个死丫头，你疯了！敢打你未来夫君！以后就不是了。这个是我与赵齐硕的婚书，既然你们嫌我在外面丢人现眼，那从今日起，我与赵齐硕的婚约就此作废。以后再无关
阿耀，你真的要解除婚约？哼，我正愁今天利用你夺得比赛进入太医院后，不好把你踹了。儿子，这婚约你解除了更好，以后啊可不能再死心眼了。就是齐叔兄，这大周自古以来就以男子为尊，她不但很粗鲁，而且还亵渎医术。这种女人不要也罢。泼妇，女人不配学医，女人就不配学医，女人不配学医。医者眼中只该有病患生死，何来男尊女卑？千金方立，竹科之首。你们却视女子学医为荒唐，怎配为医者？何况你赵其硕的医，不也是靠你才名声远扬的吗？而且今天是我撕毁婚约，不要他赵其硕。娘，果然是个妇人，牙尖嘴利，欺负我齐树兄心善。听闻皇上前几日突然身患顽疾，我看就是因为首开这女子学医律令，让你这种人玷污医道，才遭了天谴。兄兄，切莫妄言。齐树兄，你离这个泼妇远点。前世这个时候，皇上龙体康健，多次御驾亲征击退匈奴，这时怎会身患顽疾？这还是来晚了一步。皇上，您突然晕倒，还被查明病症，需卧床静养啊！你醒了？你的毒我已经帮你解了。那拿着这张地图，一日便可出山。朕臣。我这中的是银环蛇毒，乃天下第一毒，就连太医院院士都束手无策，说引起了。怎么？看我这个女子，觉得我不配啊？若是上天给我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，我定不比那些男子差。走了。若是被人发现我本宫纯元，我蒙受就会。上一世，他遭奸人陷害，我以命换他重活。这一世，绝对不能再出任何的差错。备车，朕要亲自去考审。皇上慢点儿！皇上！杏林人医大赛现在开始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刚才说的是气话，但是这次大赛你准备良久，我相信你的医术。多亏这只有一个，你管好你自己就行。齐树兄，你怎么还在惦记着这种泼妇啊？他向来如此，我已经习惯了。这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啊？今日我暂且忍你，等我利用你赢了比赛，你就死定了。赵其硕，你想靠偷听我的心声赢得比赛，这次我不会让你入院。杏林人医大赛10年一次，乃是我大周最高规格。此番医术比试分为3轮，夺魁者可面见圣上，入太医院为官，造福世人，光耀门楣。这哪个？这次我一定要继承外婆的遗志，进入太医院，证明女子不比男子差。比赛中若有者，便是欺君罔上，以杀头之罪惩之。现在比赛正式开始。第一轮，望药辨儒，辨药能力乃是医者的根基。这些托盘中的药材看着相似，实则一些是草药，一些是毒药。率先找出3种毒药者获胜。这有何难？我想好了。我就是和赵启书站在一起，才被他偷听心声，赢得前2轮。这次我便如他所愿，让他好好听听我的心声。阿月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所有人已站好，比赛开始。这3味药材应该是金银花、人参、天南星。这些药材都一模一样，晒干后更难辨认，这如何才能找出毒药啊？辨别真伪固然难，但只要熟知所有草药与毒药的外貌特征，断肠黄花醋生红，商陆环纹同根生，半夏经文浅。这有何难？只要知道所有草药与毒药的外貌特征即可。断肠黄花醋生红，商陆环纹同根生，半夏经文浅凹盾。这3种毒药分别是断肠草、商陆
半夏。阿英，你的答案是？我没看出来。第一轮，赵齐数胜。算你聪明，我先你一步说出正确答案，你就算答出来，也只能是抄袭。齐叔兄不愧是京城最有天赋的医生，仅凭一己之力就让赵家医馆名扬天下。皇上费尽全力让女子来参赛，也不看看她到底有没有实力。难道我真比不过齐树吗？只是幼时学神农，多识了些草药罢了，不足称道。你永远也想不到，我居然能偷听你的心声。还得是我们齐树啊！第二轮比赛开始，第二轮王文药剂，难度升级，参赛者需蒙上双眼，在1炷香时间内写出竹筒内药材者获胜。这相同的药材有1000余种，更不要说这竹筒里不止1种药材，这难度的话难如登天啊！这次我一定要率先齐树一步做的。入鼻腥臭，这是鱼腥草。不对，有香气溢出，这是9香虫。初闻沁脾，中断凉意透脑，回调心脑回肝，居然有3重药气。白英那个小贱人居然追了眼罩，难道他已经得出答案了？怎么可能？就凭他？我得惊喜呀！禀阁老，我已经写出答案。第一支竹筒是鱼腥草和9香虫，第二支竹筒是檀香、薄荷、丁香3种药物混合香。我怎么还是慢一步？没想到西叔兄居然这么快就写出来了。难道我又要输了？阿英，你的答案呢？最近我得了风寒，没闻出来。还是不敢作答。白英，你已经输了。时间到，收卷。齐叔兄的变药之术，就算是在世华佗也会自叹惭愧。白英这个小贱人，还妄想跟我们家齐树比。赵夫人，我看婚姻解除的正好，那白英仗着自己读过几本医书，就跑来吓唬了，到最后啊，肯定跟他那个外祖母下场一样。听说这白英的外祖母2年前偷偷给人治病，结果致残，活活被打死了，在这骂了3天3夜。这女子啊，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，安守本分，还妄想成为什么男人，真的就是活该。他死了正好，等我们家齐树拔得头筹，进入太医院，还不知道有多少官家小姐要嫁进我们赵家呢。外祖母，那病人明明是不信你的药方，被其他庸医给治死的。我要去报官，我要去为你讨回你的公道。白英，这世间公道得靠自己挣，你记着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，为自己谋一个出路。滚下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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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英，别听他们乱说，我相信你的实力。他要是滚了，谁拦住我夺取魁首？是吗？我也相信。第二轮获胜者，那自然是我齐叔兄了。齐叔兄，败给你，我认了。白英。啊！第一支竹筒内是地龙、盐水，第二支竹筒内是酱香、藿香、罗摩。第二轮，白英的答案全对。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齐叔兄居然闻错了。我自幼随外祖母辅学医术，早就做到手眼合一，只要平心静气便可控制心声。赵齐树，我怕我之后让众人知道你是个什么都不会的草包。这白家小姐自幼偷学医术，没想到还真有点门道啊。赵齐树不是多次在医术大赛中夺得头筹，我邻居儿媳就是在他那儿治好孕，怎么可能会猜错呢？是啊，我堂弟家也是。难道他只懂妇人方，其他是徒有虚名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我儿医术全都什么都懂，齐树现在从来没输过，这次怎么会失手？白英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齐树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齐叔兄，你这是为何呀？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没什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他发现什么？故意说错误的答案？齐树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这2日得了风寒，鼻塞，根本闻不出来的。刚才能猜出来，也是侥幸而已。风寒？他说的到底是真的假的？原来是走运蒙对了。齐叔兄，这些草药味道本就相近，你居然能闻出全部相似的味道，那你隐士不凡。就是，这女人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。也是，我能偷听她心声，
他不可能会知道。这最后一项是齐树兄的强项，我看你还怎么蒙对。最后一轮了，这次我一定要比齐叔更快。看来他的确不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比我快。哎呀，刚才我一时接受不了胡言乱语，希望你不要计较。你能赢，我比谁都高兴。第3轮写药方可没有你犹豫的机会，到时我先一步交上药方，你也只能认输，否则就落得个抄袭药方、凌迟惨死的下场。我不但要赢，还要赢得彻彻底底。第3轮诊病救人，1炷香时间内观察病症，率先找出死病人病症者获胜。此人今日入深山采药，身中奇毒，不到半个时辰就浑身布满蛇鳞，病症之难，老夫也束手无策呀。阁老乃太医院院长，有药圣之称，这天下竟还有他解不了的毒。这鳞片并不是后天附着，乃是皮肉异化，这毒绝非一般的毒啊！我连银环蛇毒都能解，这毒又算得了什么？若是中了蛇毒，伤口处会肿胀发紫，可此人全身上下并没有被蛇咬伤的伤口啊！说来也奇怪，我读过的医书没有成千本，也有上百本，可是如此的症状，我还是头一回见。齐叔兄，你医术高明，眼界开阔，你肯定有解毒的方法吧？那是自然。齐叔可是大周最有天分的医者，解这种毒对他来说就是手到擒来。刚才那只不过是状态没调整好而已。赵夫人说的是啊。齐叔兄，你看了许久了，有看出什么症状吗？以齐叔的实力，怎么会看不出来？定是需要些时间。这女人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怎么半天都没有醒上？看此人的病症，需要大量的满分熬汤解毒。立刻命人准备3大筐粪。马粪，真的假的？能行吗？这个？此乃奇毒，必用偏方。这是你们不知道的偏方，赶紧照办。我读了那么多年医书，从未听过马粪也能解毒。你这熬出来的汤究竟是喝的还是涂抹呀？你又懂什么？屈如庸这么高超的医术，竟是你们能理解的。屈如庸这样还该怎么做？再取走地鸡屁股的第6根绒毛做药引。鸡屁股毛，这也能当药引？再取1笼走地鸡来。走地鸡？齐叔兄，你这是从哪本医学圣典学的解毒法？小弟才疏学浅，这从未听说过呀。住口！鸡屁股上的第6根绒毛，我赢定了。阁老，草药已经熬好，只需要将这药用手涂抹于腿部，便可解毒。你且试上一试。这女人莫不是耍我？如果我记得没错，定能解毒。这能行吗？这个齐树兄医术高明，他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断然不敢夸下海口。赵夫人，您儿子医术果然了得呀！那是，这样的解毒方法可不是普通人能想到的。齐树兄，这怎么不见起效果呀？赵齐叔怎么也会这种偏方？但若这一不行，我也没办法呀。难道这毒他也解不了？果然阁老解不了的毒，齐树也束手无策。哎，就连药圣都解不了的毒，看来天下间已经没人可解了。齐树兄能想到用秘方来解毒，已然不凡。而有些人果然是女人，查不出病症，居然在这当众之下把玩闺房珠宝。一个连银针和绣花针都分不清的妇人，你能指望她有什么能耐？那你们俩怎么不上？齐树兄和药圣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我们怎么上？既然你们不上，那就轮到我了。哎，那个毒妇要做什么？怎么敢随意残虐病人呢？郡守大人，此女子在杏林仁义大赛公然放肆，苍威恳求取消其比赛资格。来人，将此女
滚开，毒妇！蛇虫，居然是活的蛇虫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不会是妖兽吧？老夫故作不知如何解毒，没想到居然被一个女子找到了破解之法。看此人的病症，需要大量的满分熬汤解毒，在其走地鸡屁股的第6根绒毛做药引。他知道真正的破解之法，为何之前还要想一些乱七八糟的方子？难不成……阁老，是我刚才推了他一把，才让他走了狗屎运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什么？不信你们问他。本来以为外祖母的那些偏方有用，没想到误打误撞得到了真正的破解之法。原来只是这样。我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不，就是我自己找到的。阿英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为何我从不得知你知此等毒症？齐叔，你方才不也说我对医术颇有天赋吗？我知道也不足为奇葩。倒是你，怎么知道我外祖母留给我的偏方呢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刚才要不是我把你推倒在地，你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吗？行了，既然你说是你找到了破解之法，那你说说看，此人中的到底是何毒？对呀，有蛇入体，什么病症如此可怕？巧了，外祖免交木，这是苗疆异域的生虫蛇母。禀阁老，此毒是生虫蛇母骨。这种罕见的毒症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我何止知道这种毒？蛇母骨，这怎么从来都没听过这种东西啊？看来此次仁义大赛夺魁者非赵公子莫属，恭喜赵夫人！恭喜恭喜！小六子，快去开祠堂叩拜祖宗，再去白酒请戏班子定红虫，等阁老一宣布首页得了第一，咱们就立刻开席。我要让全京城人都知道，咱们赵家出了个神医啊！古籍秘法乃是大周禁术，私自修习乃是死罪，你怎么知道？蛇虫，居然是活的蛇虫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不会是妖兽吧？老夫故作不知如何解毒，没想到居然被一个女子找到了破解之法。看此人的病症，需要大量的满分熬汤解毒，在其走地鸡屁股的第6根绒毛做药引。他知道真正的破解之法，为何之前还要想一些乱七八糟的方子？难不成……阁老，是我刚才推了他一把，才让他走了狗屎运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什么？不信你们问他。本来以为外祖母的那些偏方有用，没想到误打误撞得到了真正的破解之法。原来只是这样。我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不，就是我自己找到的。阿英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为何我从不得知你知此等毒症？齐叔，你方才不也说我对医术颇有天赋吗？我知道也不足为奇葩。倒是你，怎么知道我外祖母留给我的偏方呢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刚才要不是我把你推倒在地，你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吗？行了，既然你说是你找到了破解之法，那你说说看，此人中的到底是何毒？对呀，有蛇入体，什么病症如此可怕？巧了，外祖免交木，这是苗疆异域的生虫蛇母。禀阁老，此毒是生虫蛇母骨。这种罕见的毒症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我何止知道这种毒？蛇母骨，这怎么从来都没听过这种东西啊？看来此次仁义大赛夺魁者非赵公子莫属，恭喜赵夫人！恭喜恭喜！小六子，快去开祠堂叩拜祖宗，再去白酒请戏班子定红虫，等阁老一宣布首页得了第一，咱们就立刻开席。我要让全京城人都知道，咱们赵家出了个神医啊！古籍秘法乃是大周禁术，私自修习乃是死罪，你怎么知道？来人，把赵奇树押入天牢。阁老，草民冤枉啊！草民也是之前听到他提起过，刚才也是他找到的破解之法。齐叔，你方才不也听见？香河说我只是误打误撞吗？而且这秘法是你说出来的。大胆白鹰，你方才不是一口咬定是你自己破解的吗？你们2个一个也逃不了干系，全部带走。齐叔，大人，我儿子是冤枉的，都是这个毒妇搞的鬼！你要杀就杀他，可千万别带走我儿子！娘，带走。大人，齐叔，什
上一世没有到这一关，我就被诬陷抄袭，这一世怎会如此？难道我注定逃不过惨死的命运吗？这是皇宫。大人，我冤枉啊！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要杀的话，就杀他。生死状，从今以后，你二人的生死便由老夫说了算。走。大人，大人，杏林仁义大赛2名晋级者到。参见皇上。还真让一个女人来了。院长，这皇上万金之躯，岂可轻信这民间之术？这是皇宫。大人，我冤枉啊！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要杀的话，就杀他。生死状，从今以后，你二人的生死便由老夫说了算。走。大人，大人，杏林仁义大赛2名晋级者到。参见皇上。还真让一个女人来了。院长，这皇上万金之躯，岂可轻信这民间之术？是啊，我朝数百年没有女子学艺的先例，皇上您龙体尊贵，更不是卑贱的闺阁绣花之手能碰的。请皇上三思。这位爱卿能耐这么大，怎么至今无人能解朕的病症？难不成是怕输给一个女子？这声音为什么那么熟悉？我这中的是银环蛇毒，天下第一，就连太医院院士都束手无策。你说你解了？不可能，那个男人怎么会和皇上扯上关系？他在想什么？是他，他来了，朕就知道他一定能行。是啊，我朝数百年没有女子学艺的先例，皇上您龙体尊贵，更不是卑贱的闺阁绣花之手能碰的。请皇上三思。这位爱卿能耐这么大，怎么至今无人能解朕的病症？难不成是怕输给一个女子？这声音为什么那么熟悉？我这中的是银环蛇毒，天下第一，就连太医院院士都束手无策。你说你解了？不可能，那个男人怎么会和皇上扯上关系？他在想什么？是他，他来了，朕就知道他一定能行。皇上，马取丹要来！皇上，奸夫滚一边去！怎么回事？皇上他差一点就被赵齐树察觉，我一定要更加谨慎。来因赵齐树听令，本次杏林仁医大赛真正的决胜局，便是给皇上治病。此次杏林仁医大赛决胜局，便是朕。是，圣上的病来得凶猛蹊跷，你二人既知苗疆蛇毒这种医术，就应该尽心尽力医治好皇上，否则便是死路一条。原来只是为了给皇上治病。要是治好皇上，我不但不用死，还能一步登天。皇上，马取丹要来！皇上，奸夫滚一边去！怎么回事？皇上他差一点就被赵齐树察觉，我一定要更加谨慎。
来应赵奇树听令，本次杏林仁医大赛真正的决胜局，便是给皇上治病。此次杏林仁医大赛决胜局，便是朕。是，圣上的病来得凶猛蹊跷，你二人既知苗疆蛇毒这种医术，就应该尽心尽力医治好皇上，否则便是死路一条。原来只是为了给皇上治病。要是治好皇上，我不但不用死，还能一步登天。难道前世也是圣上龙体有恙，秘不外宣，才会举行这大赛？现在大赛，慢着，院长，怎么能让这些三教九流的乡下庸医来残害皇上呢？陛下，若有半点闪失，他们就算有10条贱命也抵不过。是啊，这赵家医馆朱越秘书声名在外，倒是有几分能耐，但是要让外人知道我大周天子要一个女子来问诊，岂不是让列国耻笑100年？就是一个女子，怎么有资格给皇上问诊？大赛的决胜局是皇上下的命令，你们难道还想抗旨不遵不成？太后驾到！太后来得正好。太后若是知道你们2人妄图加害皇上，你们2人就等着凌迟处死。参见太后。太后，难道前世也是圣上龙体有恙，秘不外宣，才会举行这大赛？现在大赛，慢着，院长，怎么能让这些三教九流的乡下庸医来残害皇上呢？陛下，若有半点闪失，他们就算有10条贱命也抵不过。是啊，这赵家医馆朱越秘书声名在外，倒是有几分能耐，但是要让外人知道我大周天子要一个女子来问诊，岂不是让列国耻笑100年？就是一个女子，怎么有资格给皇上问诊？大赛的决胜局是皇上下的命令，你们难道还想抗旨不遵不成？太后驾到！太后来得正好。太后若是知道你们2人妄图加害皇上，你们2人就等着凌迟处死。参见太后。太后，参见太后。都起来吧。太后，您总算来了。院长糊涂啊，您可不能眼睁睁看着陛下被这些乡间庸医给害死啊！是啊，太后，女子给皇上把脉，这不符合规矩啊！规矩？太医院诊疗数日，皇上至今气息奄奄，你们还敢谈规矩？太后息怒！传哀家懿旨，即刻施灸，呈哀家赏黄金10000两，良田1000顷，家方1品诰命，容银3担。我赵奇树飞黄腾达的机会来了。办，9族陪葬。决胜局开始。不管皇帝顽疾是何原因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成为最后的胜者。你2人依次为皇上诊脉，谁先来？阁老，我身为男子，第一个便是抢占先机，就算赢了也不光彩。我呀，还是第2个吧。想故意偷听我的心声占得先机，那我便满足你。一个乡野村妇也会悬丝诊脉，我倒要看看待会儿他怎么编。这脉象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这脉象到底怎么了？这女人怎么心里想一半不想了？下一个，赵奇树。这脉象如一滩死水，什么也验不出来呀。他真能知道病因。诊断结束，2人论述病因，乡野草寇怎么可能诊断出来呢？等着看他被杀头吧。就是。贱人，3步之内，你的所思所想无处等情。现在就让我来听听你在想什么。皇上真正的病因，便是……原来是这样。禀太后、阁老，小人已经知道皇上的真正病因。啊！太医院日夜轮诊都未能查明的病因，你这么快就验出来了？你且说说，皇帝究竟所患何疾？皇上受噬腥虫所害，
此虫攻入心脉，故脉象宛如死水。你确定？这赵奇树难道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？太后，草民确定。荒谬！噬心虫是离水便死，且入体必经脉发黑，而陛下未见异样。此等最基础的医学常识，你竟然不知？不可能！我明明听见这个女人说是噬心虫，难不成她故意诓骗我？居然不是噬心虫，那肯定是另一个病因了。什么？还有别的原因？这赵奇树不是大周最有天赋的医术天才吗？怎么在这里欺骗太后？怕是不想活了。这赵奇树到底懂不懂医术？竟然敢在这里胡作非为！胆敢胡乱诊断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太后，皇上病症蹊跷杂乱，我一时没有想清楚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天子龙体，岂容胡来！来人，将这心口雌黄之徒拖下去！太后，草民一定可以诊出，您再给草民一次机会。走。太后，请再给草民一次机会。医学起口齿，不过是徒有虚名罢。看来皇上病症之难，这世间无人能解了。也不知道院长禀阁老，明年也找出病因。他竟然我翻越古籍3日未果，就凭你一个不洁的女子，也敢妄断圣体？你且说，如若有误，哀家绝不轻饶。皇上真正的病因是……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输掉。子龙真气溃散。请太后恕罪，草民刚刚才想通，子龙真气溃散导致经脉枯竭，龙体逆冲，这才是皇上真正的病因。既然大人让赵奇树钻了空子，给天子诊治如同刀尖舔血，若想赢得比赛，必须更加谨慎。难道他们真的有些本事？皇上乃真龙天子，得上苍庇佑，子龙真气聚集，怎会溃散？简直一派胡言！无数这是可能的。你们是如何得知啊？这女人怎么突然离我那么远？你知道病因，却不知道如何得知？难道刚才的答案是你信口胡诌的？这当然不是。怎么回事？他不会是不知道吧？禀阁老，草民当然知道病因。这女人怎么突然不响了？奇怪，奇叔为什么总能先我一步说出我知道的答案？怎么回事？这女人怀疑我了？关键时刻是想这个的时候吗？阿英，我也知道你想赢，要不然这次就你先说吧。怎么回事？他不会是不知道吧？赵公子，现在不是你儿女情长的时候，给皇上诊病才是要紧。我要趁此机会比奇叔快一步说出答案。糟糕，怎么关键时刻想不起来呢？什么？他居然忘了？赵奇树，为何不说？阁老，请您容我再想一想。不行，我这次一定要提前说出来。你到底说不说？我完了。我想到了。禀太后，我方才把脉时想到了，陛下子龙真气外泄，如果不及时修复的话，恐怕活不过3个月。大胆！你敢咒天子早夭！太后，草民饶命！他竟真的能看出，难道之前是失误？太后，不知者不罪啊！且让他们试试，说不定真的能救皇上啊！对，太后，草民刚才只是心直口快，求您给草民一个机会。皇上的确是子龙真气溃散，可这是天罚之兆。当今圣上明明是不可多得的明君，为何会引来天谴？难道明君也是假的？天谴？这女人到底在说什么？难道她是故意想让我死？该不会她真知道什么了吧？既如此，哀家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各拟药方，如有差错，哀家要你们赔偿。谢太后。遗嘱箱内，谁先写出正确药方，便是大赛最终胜者。用天山雪莲固本，再取千年生龙和紫英石等药材，
制作酒精血脉汤，血脉汤修复龙脉根基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回太后，草民已经写好药方。这赵启树居然这么快就写出药方？阁老速速查看药方真伪。是。太后，这药方，天山雪莲固本培元，生龙骨、紫英石等材料，可续接经脉。此方虽非根本之法，却可暂锁龙气溃散。但纵有一丝机会，也得给我儿试试。谢阁老认可。苍天有眼，我儿终于有救了。赵公子是如何想出以紫阴石为引？这矿石可是剧毒啊！回大人，紫英石煅烧去毒后，恰是可以疏导龙气的天地灵枢。我敢说，这药方，这世上除了我之外，再无第二人可以写出。为什么齐叔又能将我的药方一字不差写出？到底哪里出了差错？我写不出。速开国库，取天山雪莲和千年龙骨，为皇上熬药。或许真能救皇上一命。禀太后，草民一定竭尽全力熬药，必定让陛下龙体回春。当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！如果这赵启树真能医好皇上，老夫也不是不能让他进太医院的。这医学界的未来呀，还得看我们男子。只要熬好药，我就是一品御医了。女子终究难掌岐黄大刀啊！立即熬药。慢着，这药方有问题。你说什么？太后，阁老，明明有更好的药方。谢氏，我看你这小为了赢得比赛不择手段了。阁老，白英，方才你说你写不出药方，现在就算你能写出更好的药方，也输了。刚才的药方的确结够好了，但够好就行。太后，阁老，救陛下要紧啊！太后，此女和赵启树都跟老臣定了生死状，求太后看在老臣的面上网开一面。哀家已经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写不出药方。白英，你若耽误皇上的病情，哀家要你自刎谢罪。白英，你为了不让我进入太医院，可谓绞尽脑汁。可惜今日药方熬定了，你们女子注定只能被我们男子踩在脚下。熬药开始，龙骨粉过筛3遍，原蕊丝作发丝细，紫英石文火烘购一炷香。老夫行医50载，从未得见如此奇观呐！看来这赵启树倒真有资格进入太医院呐！禀太后，丹成了。立即给皇上服下。皇上的病终于有救了呀！是，等今日之后，我就要入太医院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皇上醒了。这赵启树真乃神医在世啊！成了，我将成为一品御医了。啊！皇上，起源，这怎么会脱血啊？阳脱阴解，扶若游丝，这药是错的。不可能，这药明明是他，阁老，是他给我的。赵公子，方才我可是当众阻拦，可你浑然不听。现在药方出了问题，怎么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呢？这药方有问题。原来他刚刚说的是真的。哀家炸了这龙衣！呀，太后明鉴，这些肯定不是毒血，这是紫英石逼出的心脉淤毒，这是皇上好转的迹象。阁老，他说的是真是假？太后，皇上病情久久不缓，此番吐血是药不对症，还是有所好转，还需时间验证啊。太后，皇上气息若如游丝，皆因药方所致。依老臣看，这赵启树和白英二人分明就是合伙蓄意谋害天子。太后，民女冤枉！一个女子冒充医者进宫，分明就是意图不轨，谈何冤枉？请太后斩草除根。
太后，他人和老臣都是签了生死状的。那又如何？来人，将赵启书和白鹰押入天牢。如果皇上未有好转之下，即刻斩首。完了，那些话都是我瞎编，皇上怎么可能会好转？太后，宜女能救皇上。这女人有办法。请太后给我2日时间。笑话！你连药方都写不出来，就敢口出狂言！太后，这妖女分明就是在拖延时间，您万不可相信她呀！拖进去！走。太后，完了，全都完了。我过意不忍，想借皇上这手除掉赵启书。可皇上若是明君，我便是大逆不道。我一定要救活他，单身世上，百尺鹿茸。不对，这些都不对症。皇上的病到底该用什么药？一日已过，皇上脉象无任何好转迹象。老夫跟你们签下生死状，本是想保你们一命。可惜呀，皇权路冷，这就当老夫送你最后一程吧。够了，请再给我2日时间，我定能想出药方来救皇上。大胆妖女，还敢胡言乱语！白鹰，皇上的病就算是神仙在世也无力回天，你还想拖延时间，也难逃一死。送他上路吧。够了，真气溃散只是表象，皇上真正的病因是阳毒入体。死不悔改，立即行刑！够了，请速去查皇上听主角的下3册，是否有朱皇专子文？住手！放开他！3日前替皇上施针，天柱却确有此文，彼时只当是愚狠，未想到你刚才说的从何得知？院长，你这是何意？你怎能相信这妖女的鬼话？可我曾看过奇闻录古籍记载，真气溃散只是表象，真正的病因是阳毒所致。没想到此女才是真正的医学天才。好，我给你2日时间。可思仲，太后下旨将此人立即绞死，你敢抗旨吗？2日内，他若写不出对症药方，老夫担责，将项上人头送给太后。好，我立刻去禀告太后。若2日内还无起色，走。这2日，老夫会尽全力维系皇上的性命。老夫赌上身家性命和太医院100年青绿，希望你不要让老夫失望。差一点就2日的时间根本就不够，皇上的龙体已经支撑不了多少时日了。不行，不能再出差错了。快打开！谁？这是皇上身边的替身太监，难道皇上要杀我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儿！公公，这是……白英姑娘，这是皇上命奴才给您送来这些。皇上说了，他的命就握在你的手里，他信你。信我？黑公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天谴之诏是君王违背天命才遭受惩罚，难道真是我误会了？他根本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。大哥好，老李苦不苦？皇上，您何苦如此啊？您咳着血，还得惦记着他是否挨饿受冻，葛老都救不了的毒，她一介罪女，怎么可能？朕信他。这是荷花酥。对，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吧？
是这个。放心，这是我自己做的荷花酥，活血化瘀。怎么样？何天，对了，活血化瘀。我知道了，皇上的病症关键不在毒，而在于疏通，调和阴阳失衡。你确定按你这药方熬出的汤药能救皇上？太后，万万不可！这妖女竟用伏龙干这种烧火燥土做药引，皇上天子之躯怎能服用这种污秽之物？还有这血劫，乃是西域妖术之血，还有剧毒，怎么可能是解药呢？葛思忠，你还真是老糊涂了，竟然相信女囚犯的话。用燥土和剧毒做解药，这女人该不会是疯了吧？太后，老臣愿以性命担保，白鹰这法子可以一试。葛思忠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护住这女子，难不成这蓄意谋害皇上一事也有你一份？太后，我葛思仲任大周3朝御医，一心为主，天地可鉴。这汤药真的可以救皇上。太后，皇上的症状在于虚不受补，关键在于调和阴阳。如果皇上服用后无效，女女甘愿受千刀万剐之刑。太后，你千万不能被他们蒙蔽了呀！或许哀家真不该将希望寄托于这名乡野村副使。请太后立马下旨，将这伙人五马分尸，以儆效尤。朕的命何时轮到一个狗奴做主？谁偶然经过，一转身海棠飘。对了，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吧？来，吃这个。是他，他竟然是皇上！难道这女人认识皇上？皇上，此女竟然以燥土和妖术血作引，分明是弑君呐！皇上，请看，这银针泛黑，药中必有剧毒啊！这女子分明就是个不懂医术的骗子。一击笃命，朕奉陪。拿药来。皇上不可，若有不测。赵忠敬，去玉玺，朕若驾崩，由宁王监国，白鹰无罪。皇上，你千万不能被他蒙蔽了呀！他居然如此幸福。皇上，来人，给哀家杀了这二人为皇上陪葬！不可能，这样怎么会没有用？白鹰，这就是你一个女子也妄想学医的下场！等等，太后，皇上的脉象洪涛转西，九龙真气正在凝聚。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剧毒之物怎么会调节阴阳啊？太后，伏龙干镇逆止血，血结化瘀生新，以毒攻毒。白鹰的药方是对的呀。没想到这女子还真的懂医术啊！啊，太后明鉴，这白鹰的药啊，只是辅助，皇上能够转好，全凭我的药方。少奇说你还真够不要脸的。啊，是啊，太后，只靠白鹰一人，怎么可能解皇上的病症啊？想来啊，定是那日皇上吐血之后，就是个好转之兆，只是恰好今日生效，被他捡漏而已呀。李夫，证据所在，你还敢混淆视听？葛院长，本官也是为了大周的医道着想，若是杏林仁医大赛被无能之辈夺了魁首，那岂不是祸国殃民呐？我看也是，这女子怎么会有如此本事啊？太后，民女要和赵奇术赛比试一场。哀家允了，明日太医院设擂，你二人一决最后胜者。白鹰，3步之内你所思所想，
皆能被我所听，还和我比试，你简直找死！皇上，阁老说的那药方只是缓解，您的身体还未完全康健。不爱。你让人同解九转断肠散，先写出药方者获胜。开始吧。让我看看你在想什么。春季早睡早起，吃芽菜有助于阳气生发；夏季晚睡晚起，吃瓜类有助于消暑；秋季嘛……你在干什么？赵奇树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干呀。可是你刚刚，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？这赵奇树怎么回事？那女子好端端的站在那儿，莫不是她有什么异症啊？不可能，他绝不可能知道。禀太后，草民是看白鹰半天不动笔，担心他不知道怎么解毒，不想胜之不。赵奇树，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啊！没事，你写便是。若是白鹰输了，那便是自己的医术不精。皇上，这赵公子可是大周最负盛名的医者，这白姑娘她不会输给任何人。你算是还有点自知之明。赵公子，赛场如战场，你不用心善，尽快写下药方，赢得比赛，无需管那女人的死活。是，李大人。这九转断肠散是大周百年未解之毒，我怎么可能解得出来？这赵奇树怎么半天不动笔？该不会不知道解毒之法吧？他不是大周最有天赋的医学天才吗？难不成皇上病情恢复跟他之前的药方根本没有关系啊？我就不信你能一直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有了，这九转断肠散乃是10大毒症之一，中毒者心脏骤停于第9次痉挛高峰，其尸体蜷缩如胎儿。具体解毒方法是？具体的解毒方法是犀角一钱，磨汁冲服，随后……秋季银耳润肺，冬季多吃羊肉，黑豆补肾。秋季银耳润肺，冬季多吃羊肉。嘿，这赵奇树在说什么呢？怎么前言不搭后语的？赵奇树，你愣什么呢？速速下笔，胜负在此一举啊！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一直在想那些乱七八糟的鬼东西？赵奇树，你还愣着干嘛？他为何迟迟不下笔啊？难道他真的是个什么都不会的草包？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天才之名就毁了。阿英，你看这一炷香都快燃尽了，如果你再不动笔的话，恐怕我们2个就要双双落败。赵公子所言甚是，白英，你既提出再比，便拿出真本事来，莫要拖延。他该不会是故意戏耍皇上太后吧？啊！若想取胜，就必须奋力一搏。阿英，真正高明的医者欲乱境，先定己心。他人窥探时，只见虚假倒影，真丝沉入湖底。儿子，阿英明白了，受神破网，方可手脑不一，一心二用。来了来了，他果然忍不住动笔了。快看，他们同时动笔了。再以硫磺为引，复以生父子3钱同脉解毒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禀陛下，臣已解出九转断肠散之法，请陛下太后御览。不愧是我大周的医学天才呀！这白鹰一介女子还妄想搅弄杏林，阿英不敢交出答案，怕不是药方和我的一模一样。既然阿英谦虚，我来帮你。阿英，这应该是没写出来吧？你就是不知道解毒之法，否则为何不敢亮呢？我并不是不敢亮出药方，而是我这药方一亮出，你赵奇树的药方就变成一张废纸。哼，此乃大周10毒之一，你一介女子
还在此大放厥词！你的药方要是对的，我替我整个杏林圣手向你磕头都行。皇上，白姑娘的药方要是……朕信的。阁老，亮药方。白英，既然你想死，就别怪我不念旧情。等众人发现你的药方和我一样，你就等着被五马分尸吧。赵奇树，你真以为我告诉你的答案一直都是对的吗？这怎么会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会知道我能听到他的心声？白鹰药方，犀角1钱，绿豆甘草2钱，黄连3钱。药方真的不一样？难道他一直在骗我？犀牛座饮，服以绿豆甘草防风驱邪，黄连燥湿解毒，暗含清源固和之意，是最稳妥周全的解法。待余毒排尽，自可痊愈。此方高明。没想到白鹰也能写出如此过人的药方。哼，这算什么？赵奇树肯定有更高明的解法。他的药方是对的，那我的药方岂不是？赵奇树药方，慢着，皇上，草民觉得我的药方写的不够好，还需完善。时辰已到，哪有让你重来的机会？亮药方。赵奇树药方，犀角1钱，硫磺2钱，生附子3钱。这是毒药啊！这硫磺生附子，这赵奇树不会疯了吧？赵奇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九转断肠散乃是治阴寒毒，遇上硫磺生附子这样的阳燥烈药，不利于冰中投炭，瞬间引爆中毒者的5脏6腑。这方子不是解药，是比原毒还要烈10倍的剧毒啊！原来这赵奇树根本就是对医术一窍不通啊！赵奇树，真面目被撕开的滋味如何？你这贱妇，竟敢阴我！你这贱妇，竟敢阴我！拿下！痛吗？回陛下，民女无碍。赵奇树，殿内行凶，好大的胆啊！陛下，草民冤枉啊！这都是这妖女，她用巫蛊秘术偷听了臣的秘方，求陛下明鉴。赵奇树，你真是恬不知耻！要照你所说，药方是他偷窃了你的心神，那这硫磺附子的夺命符，难道也是他逼着你写的不成？今日比试，高下并进。白鹰，听旨。白鹰药理过人，医术超群。朕今日钦定，杏林仁医大赛魁首，赏黄金1000两，良田100亩，赐2等太医之位。即日入宫。谢陛下。至于他，硫磺附子毒如蛇蝎，宫内行凶如同造反，按大周律例，当斩。皇上，皇上，求您饶草民一命。阿英，你快和皇上求情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气我啊，你是为了气我才耍小性子的，但我也是想跟你长相厮守啊，所以我才一心想要获得大赛的魁首。只要你承认这次调包是实情，我保证以后8抬大轿引你过门。也是，他们早有婚约，他心里不会还有他吧？娶我啊？你也配？赵奇树，我再也不会被你蒙骗了。这些令人作呕的话，你可以言往说起。来人，将他拉去午门，斩立决。走。皇上，慢着！后宫至今尚无子嗣，听说这赵家医馆擅长助孕秘术。昨日董贵妃已向哀家求诊，不如便让赵奇树留作末等学徒，戴罪效力吧。谢太后。阿英，多亏了你的药方，我们赵家医馆的名气现在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母后，可他殿内行凶行凶？这白鹰可沾半点血腥？难道皇上要让大周血脉绝于你手？太后明鉴，这赵家秘方乃助孕圣饮，若斩了赵奇树，那从此此方永绝于世啊！死罪可免，活罪难当。拉出去，杖80。
白鹰，起誓之辱，我必让你百倍偿还。这怎么了？这大赛的魁首居然是女子啊！女人都能当太医，奇了！娘，是姐姐的名字会发光，我也要学扎针当太医。白祖母，白鹰终于做到。给白太医请来。白太医来的正好，那个就是你以后的暗基。李院士，您这是何意？其叔虽为末等学徒，但抄录运方需心境，自然不能用沉木家具，免得辱没了贵妃凤体呀。院士心善，特意许我亲自挑选木材的机会。我想着，阿英外祖母坟前的那棵百年老树最适合。你说什么？太医令规定，末等学徒按期限柏木3尺。李院士于这次檀木桌，就不怕犯僭越之罪吗？放肆！你这靠运气赢比赛的贱妇，也配谈理智？白太医居然不懂规矩，本官好好教教你。来人，这些生父子里面不长眼的混进了几个毒父子，今天分解不完，就休想踏出这个药房门半步。这个的忙啊！女子就该认清本分。就是一个女子，哪有资格当太医？阿英，就算你赢了杏林人医比赛，又如何？你是个女人，终究在这太医院立不了足。是吗？赵太医每夜饮食必发头痛，今日如此见血吧。张太医，你眼底黄浊，手颤如山，用罂粟膏这种禁药止痛，恐怕如今已上瘾。那姐夫，天子脚下，最容易胡言乱语。李院士，视田如命，但你可知足底溃烂，是萧可正前兆。看这针尖，若再不戒掉，恐怕离断足不远了。现在我有资格了吗？院士，他一定是在那根银针下了毒，您可千万不要信他呀！把他拉出去洗茅塞，太医院容不得这种。李院藩，好大的官威呀！赵公公，您怎么来了？传皇上口谕，白鹰即刻紫宸殿见驾。白鹰遵旨。白太医乃陛下亲封，谁若有半点疑义，那便是质疑皇上。微臣不敢。白太医，请吧。董贵妃召太医去长春宫，你去，定要好好表现。太医院不能被这个女人骑在头上。白鹰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不会让你好过。有没有验出来？娘娘，这宫女的确怀有身孕。贵妃娘娘饶命，小童立马跟那个侍卫断绝关系。本宫还没有怀上龙子，你倒先有孕。今年的海棠花还不够艳，给它拖下去，剁了当花泥。娘娘饶命！娘娘，皇上好像召那个女人进宫了。你说什么？皇上竟单独召那个贱婢。皇上从未选过后宫嫔妃，竟单独召见她。本宫从未失计，如何能怀上龙种？起来走！慢着，娘娘，请饶他一命。你敢替他求情？
微臣有一计，可一石二鸟，解贵妃之忧。说来听听。白太医，皇上就在里面等您呢。多谢赵公公。去吧。皇上，陛下恕罪，臣真请。医者眼中不分男女，白太医懂什么？还是说，在你眼中，朕不一样？陛下，你醉了。是醉了。从你在破庙救朕那时，便未醒过。一记统领，朕奉陪。来呀！皇上不可，不由不测。赵忠敬，举起。朕若假漏，由宁王监管，白衣无罪。陛下，你体内的阳毒还未减，臣就给您开方。阿英就是朕的良方。宋清月，阿英，能不能疼疼我？难道你就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。最是无奈，不过尘与爱。我就明白谁还在等待，从过去到现在。这是脸皮薄逃走了。皇上，这是醒酒汤，太后身体抱恙，传懿旨，请您赴祭台祈福10日。备年，令传旨宗正寺，待朕归朝，立后典仪需齐备。皇上，您要立后？昨天真是昏了头了，这宋清渊怎么受伤了还这么生猛？你在说什么？怎么都是这是什么奥妙？这荡妇居然背着我爬上了龙床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白太医昨夜妙手仁心，朕忧痛全消，特赐百年药材10箱，绫罗30匹，奇珍异宝10箱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这等圣恩，陛下可从未对他人有过。他医术真那么高，仅仅是一夜诊治，圣上就赏赐他那么多宝。把这些东西先送进库房吧。那咱家先告退了。这荡什
什么妙手仁心？我看这男人就是故意的，不知道他去祈福路上，天谴中会不会病发？你这个荡妇，别忘了我们之间的婚约还没有解除，你竟敢勾引其他野男人！赵奇树，我们的后叔早已撕毁，我与你再无关系。我原本以为你还算恪守妇道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下贱。那晚在那个破庙里，果然有个野男人。守妇的，守你这个只会偷心窃智的下作贼吗？3年前，你找山匪商我，偷听我心声，写出金疮论，一举夺魁。2年前，你在我娘的病榻之上偷我针灸之术，博得天下美名。你无数次利用我，偷我医术，你还记得自己是有医德要守的男子。你这个荡妇，男人就是天，你们女人就该成为我们的垫脚石。怎么回事啊？诸位大人来得正好，我想问问你们，末等学徒袭击2等太医，该如何处置？院士，这都是误会。按律验3时，逐出太医院。院士大人公正无私，相信一定不会徇私舞弊。院士大人救救我，我可不能被逐出太医院啊！不争气的东西，怪不得他今日约我们众人来商讨什么疑点，你为算计了。哼，这3时鞭子下去，估计人就废了。住手！算你走运，贵妃娘娘居然下令保你。微臣有一法子，可一石二鸟，解贵妃之忧。说来听听。此法甚好啊！娘娘，但若在这期间，那贱妇还未成性命。放心，你的狗命，本宫保了。多谢娘娘。幸亏我留有后手，白鹰，这次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。阿英，姬太今生如海，然正怀卿之念，佛前共敛千朵，不及阿英笑颜。为期1日，太正归来。外祖母，重活一世，阿英似乎遇到了真正的喜悦之人。白太医，贵妃怀上龙种，太后特允，请您即刻行脉。龙种，白银参见太后娘娘，参见贵妃娘娘。祖宗显灵啊，皇帝终得嫡子，好孩子。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跟哀家说。多谢母后。听说白太医圣手仁心，医术过人，可否请白太医给本宫开一副安胎的方子？臣遵旨。慢着，太后，龙胎尊贵，非凡体可以触碰，不如就让白太医悬丝诊脉吧。准。皇帝后宫佳丽3千，怎么会只许有1人？现在不是想界限的时候。赵奇书设计攀上保贵妃逃脱，如今却让我来问诊，这事恐怕不简单。阿英，还是你了解我。白太医，这血脉可稳呢？禀贵妃，这脉……灵儿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母后，只是我不习惯这金丝罢了，无碍。不想死就别动。白太医，这脉象如何呀？禀太后娘娘，这脉确是喜脉。既如此，便劳烦白太医开一副安胎药方。
白英，如今皇上不在宫中，一会贵妃喝了你的药小产，这谋害皇嗣的罪名就坐实了。今日你必死无疑。不过这脉有问题。荒唐！太后面前还敢妖言惑众！太后，微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，龙胎绝对没有问题。赵奇树，我只说了有问题，可没说是真是假。该死，这奸夫故意诈我！禀太后娘娘，这脉象沉色，似乎不像是喜脉之象。住口！你敢咒龙胎？母后，他定是嫉妒臣妾怀上龙子。大胆白英，你敢胡言乱语！太后娘娘，白英这也是为了皇嗣考虑，请太后容臣是真。若是贵妃娘娘确怀有龙种的话，刺入三阴交当有胎动；若非真孕，此血只会让女子精血涌动。母后不可，万一臣妾失真，惊了胎气。请贵妃娘娘放心，此针只会探真假，并不会让龙胎有任何损伤。啊，万万不可！若是伤了贵妃该怎么办？这喜脉是赵太医所诊，若是赵太医问心无愧的话，可去一验。你，皇嗣血脉重于泰山，验完了。倘若验明没有身孕，本宫便是欺君之罪啊！果然是假。娘娘小产了，白银须以谋害皇嗣。好痛！本宫的肚子好痛。这怎么可能？击穿太医！太后，白英假借验胎之名，却行谋害之实，请您将这毒妇就地正法。母后，这是本宫的母儿，你一定要为她做主啊！敢和我争皇后之位，你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命。这贱女人该不会发现了什么吧？白英胆敢谋害龙胎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太后娘娘，方才贵妃施针的时候，并无胎心迹象，此事绝非小产，而是她赵奇术在针上抹了胭脂结。这是我辨寻了好久的毒物，居然一眼就被她看出来了。这胭脂结是西域的秘毒，专造假堕胎之象。荒唐！众目睽睽之下，你还敢狡辩？太后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切莫听他颠倒黑白。母后，这个是皇上登基以来第一个龙种。哀家亲眼见你用毒针治贵妃小产，你当哀家的眼睛是瞎的吗？来人，给我按住这毒妇！太后娘娘，微臣所言句句属实。如果太后娘娘不信的话，可以宣太医院的众太医一起会诊。若贵妃娘娘真的龙胎陨落，那么包衣必存于宫内。可若是……住口！毒计被揭穿，还敢辱没贵妃玉体？白英蓄意谋害皇嗣，罪不可恕。宣哀家懿旨，剥去白英太医之名，即刻处死，以为皇嗣在天之灵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方才悬丝诊脉的人并不是贵妃，而是有人在帘后藏匿其身。放肆！谋害皇嗣不成，你还想陷害本宫？太后娘娘，白衣愿意以性命担保。哼！掀开！太后娘娘，这毒妇已脱罪，连荤腥都憋出来了。母后，她一定是受人指使，陷害皇室血脉。太后娘娘，那宫女定是被投至别处，只要搜口，便能证明微臣清白。还敢狡辩，愿哀家撬开他的嘴！白英，如今皇上不在宫中，无人能够救你。可是我看在我们之前的情分上，如果你现在跪地上给我磕几个响头，或许本官可以替你求求情。赵奇术，你做梦！那阿英，你就尝尝这个烙铁的滋味了。皇上，不好了！说，你的同党是谁？我无罪，何来同党？好，医者的手就是命，
那我就把你的手指头全给废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做你的医者梦。使者仁心，这个字不好说，我看你还能撑几时？白太医在长春宫被太后用刑了。可备马回京。是。阿星，我千万不能出事。白英，你认不认罪？认太后，臣冤枉。既死不认罪，即刻给哀家就地绞杀。难道我真的逃不开前世惨死的轮回吗？行刑。住手！阿星，这来者，你们好大的胆，竟敢动朕的人！皇上朕，我的胳膊！太后明鉴，白银残害皇嗣，你难道还要任由皇上杀害忠良吗？皇上要为这罪服，忤逆哀家吗？皇上，无需多言，与朕信你。朕从未碰过你，龙种从何而来？陛下忘了，那日您在乾清宫醉酒，是臣妾照顾了您一晚上。从你在破庙救朕那日，便没有醒过来。阿星，只有你才是我的良方。原来我以为的情深所至，只是他惯用的手段。阿星，阿星，传太医！董事，你可知欺君是要杀头的吗？陛下，就是气，分明就是臣妾特意伺候您。胡言乱语！赵仲敬，告诉他，那晚你守了一整晚陪朕的人到底是谁？禀皇上，那晚……娘娘，是贵妃娘娘伺候您至天明的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别人呢？换了白英一夜的名字，可的确是臣妾伴您左右。没想到，臣妾得知不义的孩儿，都要被白英残忍毒害。白英残害隆重，罪不可恕，即刻绞杀！慢着！母后，白英是不会残害无辜的，给我3日，我定查明真相。皇上，你怎能包庇杀害皇儿的凶手？这不是让天下人寒心吗？3日内无结果，哀家亲手了结了这毒妇。皇上，老奴怎敢欺君？那夜的确是董贵妃侍寝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他骗我。阿星，若朕真认错他人，朕还有何颜面？求你信我。那怀孕宫女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娘娘安心，已处理妥当。想不到你这狗奴才还挺机灵。赵仲敬，告诉他，那晚你守了一整晚陪朕的人到底是谁？禀皇上，那晚……娘娘，幸亏那晚置换粉放得及时，您放心，皇上醒来之后一定会记得事情的人就是您。至于那白英，明日就是他的死期。放心，你这胳膊不会白费。等本宫封后之后，这太医院院长之位就是你的。多谢娘娘。阿星，阿星，你醒了。哎呦，你这伤。那晚是朕醉酒认错了人。陛下何必愧疚？朕的这双手算是废，
就当还您的一时兴起。阿英，朕心里唯有你一人，从未作假。是吗？那皇上在榻上喊着阿英名字的时候，身下压的又是何人？阿英，夸古还是万幸，朕要如何赎罪，你才肯原谅我？我早该知道，你是皇上，你有3宫6院，是人之常情。我怎能奢求一生一世一双人呢？松开！阿英，我求你别走。皇上，皇上，天谴之症发作了！赵公公，快点去细嚼粉3钱，甘草1两急煎，快！哎，还不快去！这幸亏热毒，否则留不住阿英回头。胡说什么？医者治病乃是本分，况且你是天子，你若是死了，我也活不成。这天谴之症发作起来是钻心之痛，你真想投死不成？我怕这药喝完你就走了。阿英，无论董氏是否有身孕，朕宠幸皆非所愿。陛下无需解释，药已煎好，喝不喝由你。臣告退。白太医，老奴看在眼里，陛下从未对他人如此上心在意。您赵公公不必相劝，是白鹦鹉服消瘦，这是致幻粉的味道，难道？太后娘娘，3日知县一到，白英残害龙嗣，其罪当诛啊！太后明鉴，贵妃娘娘所言极是。皇上，你纵然有万般不舍，为这江山社稷，也该给贵妃肚中未出世的皇儿一个交代呀！白英残害皇室血脉，罪行滔天，确实该杀。好，既然皇上已经明白，今日哀家便做主，将董氏晋封皇后，以慰哀思。至于白英，念其救天子有功，免去一死，便入军营，充作军纪。这白英眼比天高，命比灯笼纸薄，这祸害终于要被赶出太医院了。难道我只能蒙冤吗？谢太后，谢陛下。白英，还不赶紧领旨谢恩？慢着，朕也有一份大礼要送给未来的皇后娘娘，抬上来。这是何物啊？竟如此恶臭！这是何物？皇上，今日大喜，为何抬这种污秽之物？还不快抬走！污秽，董氏，你好好看清楚，这是我的贴身丫鬟小桃，她腹中怀有胎儿，被人活活勒死，埋在御花园的深处当真，不知？董氏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竟是白英所为！他恨臣妾揭露他的罪行，才杀死小桃嫁祸于我。皇上，那天侍寝的分明就是臣妾，臣妾怀了龙嗣。皇上，你难道忘了那夜的温存吗？是啊，太后陛下，那晚小人亲耳听到赵公公亲口说的贵妃娘娘事情。赵公公那晚是否真的清醒地看清事情之人？此事恐怕还多亏了赵学徒你吧。本官亲眼所见，岂能有假？你这是血口喷人，妄想陷害！陛下，太后千万不要听他妖言惑众。妖言？赵其树，你敢不敢看着我的眼睛，再说一遍你那晚真的亲眼所见吗？有何不敢？就是这，你给我撒了什么？贵妃就大胆白英，竟敢用毒粉当众行凶！太后娘娘，这便是臣要揭穿的真相。这并非毒粉，而是
致幻粉。美人，小心肝。美人，亲一口。如太后娘娘亲眼所见，吸入这粉末之后，便会出现神志昏聩幻想。那晚赵公公说，他见到的侍寝之人，正是中了此粉末。这赵启书居然用禁毒陷害，敢祸乱宫廷，他好大的胆子！而那位被诊出喜脉的贵妃，恐怕就是这位忠心事主却反被杀害的宫女小桃了吧？没想到这竟是贵妃自导自演的一场局啊！太后娘娘，臣妾只是一时糊涂，你就饶了臣妾这一回吧。好一个蛇蝎毒妇，竟然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混淆皇室血脉，人家真是瞎了眼了。董氏假孕欺君，构陷太医，残害婢女，罪无可恕。即日起，剥夺封号，免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得出。全完。赵其树，助纣为虐，打入昭狱，明日午时斩立决。陛下，臣冤枉，都是贵妃指使的。陛下，陛下！还疼不疼？皇上亲自敷的灵药，早就不疼了。皇上，您给的赏赐太医院的库房已经堆不下了。这不是赏赐，这是聘礼。看，今日以此为聘，不是皇帝伺候，而是我宋启渊求妻。你可愿意？皇上，赵启树歌喉狱卒越狱了。白英，不要以为你的医术天下第一，我自有办法治你。谁？儿啊，你终于回来了！白英，你不是中了问心蛊吗？我让你彻底沦为怪物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这是身中之母，这女人医术高超，恐怕这毒奈何不了她。那这毒的最高境界，儿啊，你被拐逼抓走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走开！中了问心蛊者，只需再加上特别的蛇母，将7日化蛇，世上无人能解。这秘方还是白英你教给我的。欢迎放心，朕已经安排暗卫捉拿赵启树，绝不会让他伤你分毫。有你在，我不担心。啊，对了，我在御膳房给你炖了滋补汤，等我一下。让宫女去就行。不行，这个汤刚出锅的时候，必须及时放入滋补的药材才行，耽搁不得。那你亲我一口。又耍我的。去吧，朕等你。白太医，皇上让我来帮你。多谢大。大周的礼制有规定，侍卫不可以穿潘云纹。你到底是谁？阿英好眼力。皇上已经找了一宿，把皇宫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找到皇后的踪迹。继续找，绝地3尺遥，给朕找到他。是。哟，醒了。赵启树，皇上发现我不见，皇宫只会重重包围，你跑不掉的。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废人？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下水。赵启树，是你自己视人命为草芥，
这些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咎由自取？你要是乖乖的，我还能留你做个小妾。你不但背叛我，还偏偏要做什么医生，那就别怪我。贱人！哼，这软骨散的滋味怎么样啊？张七叔，你果然卑鄙无耻！这就卑鄙了。我呀，还有更厉害的呢。生虫蛇母骨，不对，这蛊虫明明是黑色的，为什么会是绿色？不愧是阿英啊，见多识广，什么都知道。这是生虫蛇母骨的变异版，7日之内必化作蛇。这世上是没有解药的。成了，让我看看，你变成这种半人半妖的怪物，还怎么当那万人敬仰的神医？还有那个情深似海的皇上，还能不能把你这个怪物拥入怀中？阿英，快回去了，走。阿英，皇上，是老鼠。凡有异动者，给我绝地3尺炎药。郑官，给我送。是。这还是老天爷，我好不容易才和他重逢，千万不要让他再出意外。你要干什么？自然是要让众人看看你的真面目了。什么人？杀人了！白太医变成妖怪杀人了！哼！何人在此吵吵闹闹啊？啊！蛇妖，快来人呐！白鹰现原形了！陛下，太医院传来急报，白太医他现出蛇妖原形，当众杀人。胡言乱语！立刻封锁宫门，散播谣言者斩！是蛇妖，是蛇妖啊！别管是蛇妖！我不是妖。白鹰居然是妖物所化！不是的，大家快打死蛇妖！我不是妖！打死这个蛇妖！打死他！快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蛇妖了！打死这个蛇妖！打蛇妖！打蛇妖了！打死他！打死这个蛇妖！打死这个蛇妖！打死他！快打死他！打死蛇妖！打蛇妖！为什么我拼尽全力还是逃不过这个结局？打蛇妖！打死这个蛇妖！这就是你和武周的下场。住手！啊，皇上，陛下！阿英，阿英，别看我！别看我！阿英，你看着我！别看我！阿英，你看着我！
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你都是我的阿英，都是我宋其渊的心上人。陛下，陛下明鉴，他真是妖魔所化，还杀了人，妖孽祸国，不得不除啊！你千万别被他迷惑了，陛下。是啊，陛下，臣等亲眼所见。此妖凶残，请陛下速速斩杀。财神，将这些残害忠良、妖淫腹中的奸臣就地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臣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！站住！赵奇树，把解药给我拿出来，否则朕今日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死心吧，这个毒药根本就解不了。今日之后，你就等着它变成彻头彻尾的蛇形妖怪吧！你找死！今日朕让你尝尝鞭刑之苦。行。宋其渊，你就等着后半生陪着一个怪物度过吧。阁老，他如何了？陛下，异化蛊毒已入骨，神仙也难救啊！老臣无能为力了。再过3日，恐将彻底失去人形啊！不可能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阿英，要想办法，以天雷结骨。万万不可呀！天雷结骨只存在上古传说中，100年来尝试者皆成焦尸。白英，你这是彻底求死啊！阿英，你也死于天外，也绝不活成怪物。好，朕陪你赌这场天命。我愿神灵在上，替我前往，不在你身旁，别让伤痕动荡，埋藏少年郎。朕也不会躲我愿苍天有情，西风不凉，唯有你握住无任何一时能在一起，我不会。我也是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上一世，朕来反了一步，眼睁睁看着你惨死。朕以皇家血脉为己，向上天换取你重来一次的机会。可是朕竟又没护住你。原来我的重生是他逆天改命，他此生可写天劫者，竟都是为了我。宋其渊，你疯了！为你，我愿意。皇上竟然为这妖物殉情！皇上竟然被这妖物迷惑了心智。哀家在此，谁敢妄议天子？皇帝啊，你连染血的朝服都未换上，就陪他跪在这修罗场里，是真动心了。大慈大悲观世音，不自心事成之人。大慈大悲观世音。皇上，快退开！天雷要下来了！宋其渊，宋其渊，皇上，阿姨，宋其渊，阿姨，阿姨，
哎呀，苏景煜，苏景煜！哎呀，放开我！走遍天地恢恢，与你去龙飞。生我恶中，知音知心，天雷贯笔，可灭气感，而苦中垂死，反不知，正是敌人人际的最后屏障。是生是死，就在此刻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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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看我！哎呀！哎呀！你看看我！裂片消失了，裂片消失了。皇上，蛊毒解了，天雷粉尽什么蛊毒，反促经脉涅槃。白鹰的解毒之法是真的。好啊！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哎呀，你醒了。看这模样，怎么比中蛊的我还憔悴？阿英，还好你醒过来了。你要再不醒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怎么哭了？前世你为我逆天改命，今生你要为我归雷救死。苏景煜，你这个疯子！哎，听说新任太医院院长竟能以天雷解生母蛇骨，此等医术简直是……医术最高照样是女子，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啊？女子怎么了？院长以命施雷时，你又在何处呢？医道只论本事，不论男女。是个有道理。李兄说的对，是我狭隘了。老夫执掌太医院30载，今日将九转金针传于白院长。从今往后，见针如见医圣。拜见医圣。怀宗，你在天之灵，可看见这番景象？不好了，院长，陛下天前就发作，呕血昏迷，如今生死未卜啊！子龙地气溃散殆尽，天前也是心脉，这已经不是医术能救的了。阁老，当年为皇上施秘术的国师何在？国师早已云游列国，老臣害病暗卫也无法寻到啊。逆天命者终遭天焚。小丫头，你当真受得起救他的后果吗？国师，只要能救活他，无论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好，那你就自愿归还重生之魂。哎，他的天谴之症自会痊愈，但你会永世消散。你可愿意？我愿意。不可，陛下绝不会答应的。阁老勿去。他前世以生命换我重生，而我今生便以魂魄换他江山永固，值得。
消散，是秘术失效了吗？难道是秘术失效了？那皇上他……这才是真正的破局。只要能救活他，朕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皇上，逆天改命，1年内，您的心脉恐怕会，除非他一正道，人心化血，才会挽救您。朕相信他做得到。剑术就一人是命，拯救苍生才是忠。一胜人心，是破天谴的唯一生机啊！苍生之幸啊，陛下得救了。宋启元，你个傻子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若是没成一生，你去飞将。朕在昏迷时，听见好像有人说，愿意永世消散。原来朕的阿英这么舍不得朕啊！胡说，刚刚他们还在呢。国师啊，不如去喝一壶。甚好，甚好。陛下，臣等告退。走。现在没人了。上次你欠朕的答案，你可愿意做我的妻？三生之喜，九死无悔。百世人心济世，德冠交为。今册百世为后，母仪天下。即日起开设女医官学，女子与男子享同品俸禄，由皇后统筹。惠民药局依典修订。陛下圣明，娘娘千岁。自此数年间，白鹰率女医救人于街巷，诊病于边关，悬壶所至，万民称颂，光照杏林。